這個未成年女孩偷偷溜進警局，可還沒走2步，就差點被警察發現。慌亂中，女孩躲進杂物間，卻不小心碰倒了拖把。光头警察听见动靜，连忙叫住同事，轉頭朝雜物間走來。女孩緊張極了，心越跳越快。光頭一把打開門，說：“我看見你了。”女孩嚇得一抖，心差點沒跳出來。然而這只是光頭的激將法，他根本就沒有看見女孩。等光頭走遠，女孩急忙往樓下跑去，穿過陰暗的走廊，她来到警局最深處，這裡通常是用來關押窮凶極惡的暴徒。可是等女孩打開門，堅固的鐵籠裡竟然關着一條人畜無害的狗狗。看到女孩來救自己，狗狗高興地舔了舔她的臉。在小伙伴的幫助下，女孩帶着狗狗躲過匆匆趕來的警長，一起逃回家裡的農场。不過警長並沒有就此放棄，他找來做巡警的弟弟，想說服弟弟幫助自己。原來女孩家的農場下面有着儲量豐富的鑽石礦藏，而這件事除了女孩已經犧牲的父親，就只有警長自己知道。警長打算等女孩一家搬走就接手農場，闷声发大財。可是狗狗的到來卻打破了他原本的計劃。狗狗嗅覺太靈敏，總能準確地從土裡找到礦石。這樣一來，用不了多久，女孩一家就會發現農場的秘密。為了保密，他之前才會想方設法地把狗狗弄走。然而警長萬萬沒想到，弟弟對鑽石礦不僅不動心，還勸他早點放棄，不要被金錢蒙蔽了雙眼。可警長早就失去了理智，他撂下狠話：弟弟不幫忙可以，但是不能泄露秘密，否則就讓他家破人亡。与此同時，女孩終於察覺出不对勁，她來到家裡的儲藏室，想找出一些線索。在爸爸留下的箱子裡，女孩找到一張礦石鉴定報告。她虽然看不懂密密麻麻的專業術語，但直覺告訴她，狗狗在花田裡挖出來的礦石肯定不簡單。可就在這時，警長突然找上門，態度咄咄逼人，提出要用3倍的市場價買下這片農場。就在女孩媽媽即將招架不住的時候，女孩帶狗狗及時趕到。狗狗一看到警長，咆哮着就想衝過去。警長被嚇壞了，但他還是色厲內查的威脅說，要是農場不賣，他明天就帶人來查封。不料女孩拿出檢測報告，質問他想買農場是不是因為這個。警長見秘密要藏不住，不敢再多說，只能灰溜溜地離開。警長走後，媽媽坐在門口的台階上，難受地哭了起來。她和女兒無依無靠，現在又被警長針對，不知道接下來的日子該怎麼過。女孩連忙安慰她，自家農場有奇怪的礦石，只要花點時間查清楚，一定能找到答案。然而警長卻不想給他們時間，他提着一桶汽油，趁沒人的時候來到農場，臉上全是瘋狂的神色。警長先是把汽油倒在鸡舍上，然後一把火點燃，隨後又從屋子裡往外倒，想制造意外失火的假象。消防站裡，媽媽接到火情，穿戴好裝備，急忙趕往現場。可她萬萬沒想到，着火的居然是自己的家。還沒等她搞清楚狀況，警长就氣勢汹汹地走上前，說狗狗襲警，要把他們全部帶回去調查。就在大家着急的時候，狗狗率先聞見地上的汽油，瘋狂地吼叫起來。警長見陰謀泡湯，乾脆不演了，直接點燃火柴扔到地上，熊熊火焰沿着汽油朝房子竄了過去。千鈞一髮之際，狗狗縱身一躍，跳過火牆，勇敢地擋在火焰的路線上，飛快地刨出一個淺坑。火舌燒到狗狗面前，卻因為續不上汽油，只能緩緩熄滅。警長很無語，他想不到自己千算萬算，到頭來居然輸給了一條狗。讓他更無語的是，狗狗拯救了房子，卻像沒事人一樣淡定地接受着大家的表揚，仿佛滅個火什麼的根本不叫事兒。巡警走上前，對他們說出了農場的秘密。女孩和媽媽興奮地抱在一起，激動到不知該說些什麼。不過狗狗卻仍舊淡定，對他來說，鑽石只是普通的石頭，而一個溫暖的家庭才是值得他守護的最寶貴的財富。